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跟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在2026年，你的哪一个方面将会出现巨大的改变，因此人生会产生完全的重整，还有突发性的机遇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边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了。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諮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啊全部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这一张牌卡哈，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有些事情正在生根发芽，它同时间也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我会感觉到的是它有点像是你种下的种子，然后在26年的时候开始你能看到它的枝芽会变得越来越茂盛，从土壤里面突破的那一瞬间会让你觉得哇，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的耕耘都是值得的。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的话，我觉得是跟你过往的人生所做过的一些努力，还有做到的一些坚持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比方说你可能在25年之前，或者是包括25年的时间里面，有些事情是你想要去完成的，可以是工作、事业、情感、生活各个方面的，就是你在之前就已经有在努力，然后就已经有在种下种子，然后有很细心的去照顾它，很细心的去滋养它。在26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是反馈，你可以看到的是很明确的，你过往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在26年的时候，它就会全部的收获就会慢慢的找上你。好，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出来的一个讯息。这边又是我们家的猫。好，那我们现在具体的来看一下，是哪个方面会出现巨大的改变呢？这张成功 ，OK， 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好吗？我们前面就已经有在提到的是，你之前有在耕耘，又或者是说你之前就已经有在付出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在26年的时候，它就会取得成功。但是因为这张牌卡的出现我觉得这种感觉会是不会像是那种进入到26年之后，你马上就会看到它开始枝叶变得很茂盛，我觉得它会需要有个过程，因为毕竟这一张牌卡它还是有一个意思在的，是它会慢慢成长，它的成长的周期会相对于比较长一点，所以你大致会看到的是这件事情有可能在26年年初的时候还没有太明显的特征，还没有太明确的太明显的特质，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当然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的付出啊，还有你的努力啊，你的耕耘啊，各个方面来讲的话，还是不断的有持续的进行下去你有能看到的是，越是到了26年的末期晚期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1月12月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就成型了。所以你可能从年头一直到年尾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你会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需要有很强的耐心要来等待。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我觉得它就是一颗很明确的定心丸，它会告诉你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曲折一点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你需要有耐心等待一下的时候，
但是整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都是会取得成功的。哇，你看，都是会取得成就的哈。所以啊，你真的不需要太着急。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说呢？因为我从牌面上面目前看到的，我的确是会觉得，有可能你的性格里面是有一点点着急的。好，我们看，我目前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感觉到的是，这一个今年26年哈，你会是整体上面来讲都是在不断的耕耘，在做一件事情，而且我会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跟你的事业是有很明确的相关性的。我甚至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你在之前就已经在思考，就已经在想我要不要出来创业，又或者是你在脑海中已经有在规划，有在想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要如何的独立出来创业的话，26年绝对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开始，绝对会是一个很棒的开端。好，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是你有可能在25年的时候，你本身有主业，接着你又会觉得说啊，我到了最后还是想要自己出来工作，应该说自己出来创业试试看。那么你有可能在25年的时候是主业和副业同时间进行。那我看到这边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在26年，如果说你的副业是自己独立的出来开公司做老板，哪怕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small business， 就是那种小型的公司的话，我觉得26年的这个公司的茁壮成长起来，你的副业会代替你的主业这个也是另外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讲，你要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是，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外在给你的阻拦，不是外在环境给予你的阻碍，也就是说你这一路上面走过来，它的确会有很辛苦的地方。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哪有自己创业是容易的，哪有自己创业是轻松的？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总会需要解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大的事情小的事情，有的没的，这些事情全部都需要你来亲力亲为。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你可能会有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说某一两件事情会让你感觉到十分的消沉，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离你的成功越来越远，让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在26年整体上面来讲的话，你会需要很强的毅力，然后你会需要很强的坚持，然后你会需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打气，也就是换句话来说，要一个很平静很平稳的心态，能帮助你更好的度过26年的这个时间点。因为从盘面上面，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其实26年是一个很棒的站在你目前的角度，或者是说站在你目前的位置展望未来，你是可以看到未来的。但是呢，让你觉得特别难过，或者是说内心里面有一些沮丧的情绪，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进展不如你想象中的这么快。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快，不代表说这个事情是停滞的，只不过说没有你想象中，没有你想要的快。而这件事情它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很沮丧，或者是说会让你觉得心情上面很低落。那我们抽到了这一张牌卡，我真的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你26年到了年底的时候会得到的成就。而且我会看到的是，这个成就是名利双收，不是说单纯的说你把名声打出去啊，又或者是赚很多的钱啊。我觉得这个成就一方面来讲的话，最主要是来自于你对于成功是什么样的定义，你对于成功的想法，你对于成功的态度是什么。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会认为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会有超强的满足感在年底的时候。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中间的耕耘是需要时间，是需要建立的。但是你要是慢慢坚持下去的话，你会得到你想要的。接下来你看，会超级的忙就是为了去追求你想要追求的这件事情。而且我也会觉得说，从情绪上面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会看到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么样子来讲
26年的时候，你整个重心就会放在事业上面。好，会放在工作上面，其他的部分来讲的话，你可能就真的是无暇去顾及，所以有些地方它会需要你来做一些平衡，然后它会需要你来做一些调整。而且我也会看到的是26年你有很多出去旅游的机会，但是这一些旅游的机会全部都是跟你的工作是有相关的，不太像是娱乐性的。为什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26年的主要的核心，主要在想的事情就是事业工作，而且你会想要得到那一个成就感。我们这边要讲的是，我觉得说我看到的你想要得到这一个成就感，是因为你会想要去证明一些什么，向你证明，向你身边的人证明，像让你自己对让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状态。我不知道这么讲有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我会看到的是我这边很直接的说，我觉得在26年你会忽略掉很多的东西，因为你的怎么说，这个不一定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你会把你所有的重心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你想要成功的事情。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都是有很对应到你的状态的话，首先我会觉得是很恭喜你心中想要去完成的这个事情，你终于完成了，在26年的时候终于尘埃落定了，这个会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突破口。但我看到的这个状态，它其实会有点像是你会忽略掉很多的身边的人事物，为了去达成你这个目标。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这种状态让我看到的会比较像是你有一件很想要去做的事情，那你就自然没有时间陪你身边的人，我自然有可能说你自己本身是有家庭的，是有伴侣的，你可能很少的时间可以跟对方相处，即使是在相处的环境里面，你的心里面还是在想着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可能会忽略掉你身边的一些大小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是你当下因为有机会是有点像是那种，因为你要到处的去旅行嘛，然后要到处的走，可能人不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人不在本地，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家里面突然有急事发生，你赶不回来，然后又错过了一些事情，有机会是发现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个要问问你自己本身。我没有说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也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的目前的状态看到的画面，我会给到的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回应。因为当你26年这个时间段经历过了之后，你再回来看，你会开始觉得生命中有些事情是好像有点失去平衡。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讲，因为你到了最后你会有一些遗憾，你们这边的遗憾就不是在讲说成就的遗憾啊，事业的遗憾啊，我觉得这种遗憾可能更加会像是觉得当初做的选择，又或者是说当初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这件事情，没有全部事情都能顾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讲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有得有失的一个状态。我不是说要找到平衡才是一件最棒的事情，因为你必须有所舍弃，你才会有所得。你必须要把你的时间重新的开始分配，你才有更多的时间去取得你想要的成就，或者是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你的工作和事业上面。而且你还记得吗？我们一开始有在谈论到的是26年初期的时候，然后它会是一个开始增长的过程，所以它会需要有个滋养期，有一个增长期，然后有一个时间让它慢慢的从小树苗变成茁壮的大树。那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确会需要所以有点像是刚起步的生意，刚开始要独立的生意那的确会需要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关注，然后更多的心血投入进去，那也自然会代表着说你可能会忽略掉身边的一些事情。但因为我们这次占卜的一个主题就是巨大的一个改变，巨大的转变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认为你在26年之后，你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而且我会感觉到的是，在26年的时候，你的事业、工作方面会得到巨大的成就。我目前会有个很明确的感觉告诉我的是，在26年之后，你可能要回头看，就是你必须要回头看。回头看的目标是什么呢？回头看的原因和目标是因为你要补足你之前忽略掉的，要去重新的找到你之前没有达成的一系列的平衡。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是，比方说你26年你取得了事业上面的巨大的成功，到了27年的时候，或者是到了26年的年底的时候，
你要回来花更多的时间跟你的家人相处，然后跟你的伴侣相处，又或者是跟你的朋友相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看，我们真的就是觉得是无限扩张的时候。OK， 而且这一个过程哦，说实在的，会需要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看从哪个方面来看，我觉得26年对于你来讲真的是很累，因为你能不能想象到的是那一种一个事业的刚刚的开始，然后刚刚的起步，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做打理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大事和小事，而且有一些突发的事情、突发的事件。我们换句话来讲哈，我会感觉到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事情，它已经让你心力交瘁，拿走了你最多的时间，那你自然就没有办法照顾到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要看哦，如果你要是问说你的事业怎么样，好，在事业方面有没有转机，或者是说在事业方面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进展，我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在事业上面超级棒。超级厉害，虽然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的问题或者是小的状况，它可能会让你很心力交瘁，因为你要亲力亲为的去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看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其实也是告诉我的是在26年的时候，你要是扩张你的事业，什么叫扩张？就如果说你现在有一点小小的基础的话，26年是一个扩散的年份。你会有一些机会的到来，让你一家店变2家店，2家店变3家店，就类似于有点像这种扩张的感觉。如果说你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刚刚起步的话，这张牌卡也会告诉我，你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而且你会建立起来，会庞大到一定的一个情形吧，就是它不会在一个小的状况里面不断的徘徊，它会慢慢的增长，好，它会慢慢的扩张，好，这个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会有很多突发的事情，会有很多的突发的事件，而这一些事情和事件不由你来控制。没有人可以控制，它就是来自于外在的、外部的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你马上要去处理，紧急要去处理，所以你可能休息的时间也不是到这么的多。但是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会告诉我们的是，最终你会得到公平的对待。这个是一个我会解释的方式。另外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我会看到的是你会有一些新的合约签进来。你看这一张牌卡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棒的对应，也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在无限的扩张，有没有？那它自然就会有一些新的合约你要去签，又或者是说新的一些合作的方式，或者是有些人他就会专门的过来找你，飞向你想要跟你合作，然后想要跟你共同的去建立这一个事情。所以这边也会让我看到的是，你有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在做这个事业，在年头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在经营，一个人在做，然后一个人起步嘛，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变得很忙碌，所有的事情必须要你去做。慢慢的你会开始发现越到年尾的时候，越到应该是年底的时候，你的团队会变得越来越大。一方面我会认为这个越来越大，我觉得不太像是你会雇佣人，而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合作的关系。而这一个方面的成功，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它不是一个平衡性的成功。什么叫做平衡性的成功？就是家庭、事业、伴侣，然后所有的事情全部都顾到，像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比较平衡性。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到的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必须要达到平衡的效果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会要简化。所以现在我必须要说在26年的时候，你其实是有所牺牲的。好，我觉得牺牲的可能是你私生活的部分，就是你日常生活的部分，或者就是跟家人相处啊、伴侣相处啊、和朋友之间相处的这一些时间，然后就是你能很明确的感觉到你没有时间，你就算有时间，你也没有精力，就是你没有办法。
你这种状态真的是很，就是我能懂是那种很辛苦的状态，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必须要做一些取舍，是有点像是这种状况。我从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是从事业方面，或者是从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很棒，很棒，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你可能在年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是我能到最后做成这个状态就很棒了。你到了年尾的时候你做出来的成就远远超出你年头能所想象的，这个是事业上面的成就。但是你会觉得很精疲力尽，你会觉得很累，你会觉得身体透支，因为你在这一年里面，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你其实是没有好好的照顾你自己，而且你会出现了跟自己断联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到了你真正可以放松下来，接近年尾的时候，然后你才会有一种感觉，哇，我真的是好累，我真的是很辛苦，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这张牌卡在这一边。这张牌卡是真的很可爱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也会在讲说它是一个发芽。你在26年你会有很多动物的时间点，就是会突然，就是当你特别是工作方面我所说的到一个枯竭点，你会嘣一下，这个小灯泡亮起来，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可以做新的尝试，可以这么试试看，这么做看。然后或者是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还有一些新的方法可以学习看看新的技能，所以它会有很多很新的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也会很主动的去接触到一些新的事物，总是会有就是无限的惊奇，无限的可能，然后无限的好奇，会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这个是26年的时候你会发生到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这一边，我会感觉到的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26年底的时候，你可能才是会再回来去修补嘛，或者是说去弥补你之前没有时间陪伴的家人这个是我们现在牌面上面会看到的。所以整体上面的状况我能看到整条时间线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拼事业忙到不行，忙到昏天暗地，甚至你可能茶饭不思，就是为了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会看到的是你对于成功，我们这边要再一次来强调成功的这个定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你的成功的想法是什么？到了最后会实现的，会完成的是你心中所想要的成功的可能性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首先我会认为在26年的年底，你会是完全的大丰收，完全的大丰收，但是你会需要像是反馈嘛。我们这边来解释就是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很完美的收官，就是在26年年底的时候，你会需要不断的去反馈给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你之前错过的一些事情，这一个很重要。而且我会认为的是，你的确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刚开始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是体谅你的，你身边的人他们都是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是很辛苦去拼事业，然后他们也就是迁就你的时间，这可以感觉得到的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在年尾的时候，当你有所成就的时候，你必须要反馈给他们，你必须要给他们更多的时间陪伴，甚至你可能在你的财富或者是金钱上面要做出一些分享，因为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你得到幸福的源泉。因为我们从牌面上面会看到的是，你到了年底的时候，你会很希望可以去分享，你会希望你身边会有人能懂你的成功，能懂你的成就。你想要的并不是说人家来认同你，或者是人家来认许你，而是你会希望这一个成就，这一个成功，你的这一份成功是可以有分享出去的喜悦的。
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你的26年的整体的一个情形是你往前冲，往前冲，得到你想要的，突破你人生的一个一个的难关。我真的是会觉得我们这么样子来讲，1月份至少到8、9月份的时候，你整个状态都是很紧绷的。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虽然说你看到这支占卜的时候还是在年头的时候，有机会是年头的时候，因为是年头的时候出嘛，你已经开始，无论说你现在是在假期，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回到工作的部分了，你整个人都是精神上面是超级超级紧绷的，因为你今天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我今年要干大事，我今年就是想要去做的，想要去完成的，我有很多的一些tick 就是 to do list，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表格上面有些事情，我就是要全部打勾，我要全部完成，我要做这件事情，要完成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一个想法。当你进入到26年的时候，已经不是轻松的一个状态，就已经不是一个很觉得我可以很悠闲很自在度过，没有。你从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是超级超级紧绷，而你的确会迎来很多的像这种突发的事情、突发的状况，你其实也顾不了自己心中的感觉和感受，你也顾不了说我觉得累不累，我想不想要这么去做我这么做快不快乐，你没有，你就是这个目标我要完成，这个就是我今年要完成的目标。我如果是这个样子，我讲到这一边你会觉得说对，我超级有这种强烈的感觉，我在今年开年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在26年底的时候你会完成。好，我先把这个定心丸给你放在你的嘴巴里面，你把它吞下去，但是不代表说你中间会更加的轻松。我即使是这么说，我也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不会松懈，好，你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去拼，很努力的，精神很紧绷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所以在年底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把你的成就，你的这一份爱反馈给那些曾经支持过你的人，支撑你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才能获取你内心真正的成就感，真正的成功的感觉，真正的满足感。因为到了最后，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分享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会认为因为你在26年前你会有一个巨大的成功，反而是在年底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寂寞感，或者是说内心你们可能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因为你的目标达成了，然后你想要做的事情又做完了，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我接下来要继续下去，怎么样子继续下去？你会希望有个人，或者是你会希望身边有真正爱你的人，珍惜你的人，可以在你的身边听听你说话，然后跟你一起有说有笑的，甚至分享你的成功。我觉得这个部分最终会为你自己本身带来更强烈的成就感，特别是那一些你童年的朋友，或者是说那些旧朋友老朋友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的人，即使是你放他们这么多次飞机，在26年的时候，这些人还是会跟你说没关系了，我们知道你忙，下次我们再约。一定请你要反馈给他们，因为这样子它会增加你本身的成功，这样子的话它会增加你本身的成就。我们来看你在26年的时候人气会很多。哇，我看到我们目前看到的整个状态是，当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的关注力，你的注意力不在感情上面，但是你能感觉到在26年的时候会有人很喜欢你。而且我会看到的是很有趣的是这种状态，像你在年头的时候，你身边会有爱慕你的人，会有喜欢你的人，会有主动的向你献殷勤的人，但是你没有时间管他们，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处理这一些问题。所以我会看到的是，在26年的前半部分，你会有很多雾水的桃花，雾水的情缘，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有人陪伴，想要有人陪伴，但是你没有想要确定和稳定的感情关系。所以这边是我所看到的是我会看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可能在26年的前半部分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一个人，
或者是说会遇到好几个人，但是呢都是比较像是暧昧的关系，又或者是说中间有一些互动的关系，但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因为你主要的关注力就是在工作上面、事业上面去拼搏上面。但是呢，当你在26年年底的时候，好，你开始有一些成就，或者是说我们前面所说的要反馈嘛，要回馈嘛，哈，我觉得真的要开始确认关系，或者是当你开始来仔细的来思考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要等到了26年底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来看说，如果说你开始有一些想法啊，如果进入到感情关系还不错，又或者是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的话，我们就要来讲说，要看一下在26年底的时候还有谁是留在你的身边的，有可能这一个人就会是你最后的归宿，就会是接下来下一个跟你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感情关系状况的人。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我真的是会觉得在26年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多人的帮忙，因为会有很多很欣赏你的人，就是他们欣赏你的才华，欣赏你的判断力，然后欣赏你的魄力，欣赏你做的决定，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的人，他们都会想要来帮助你，想要来扶持你，而且我还会觉得你的26年的人气会超级高。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要做一些事情是站在荧光幕前面的，或者是说需要大家看到你的话，我觉得26年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就是你在26年的时候真的是人见人爱的那一种，很多人可能看你一眼就是觉得你特别顺眼，就是怎么看你都觉得很喜欢，怎么看你都会觉得说哇，就是会记住你的这一个人，而且你说话就让他们觉得很讨喜，就会觉得哇，听起来觉得很舒服。我觉得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张牌在这边也会在讲说的是26年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像资金上面的一种流动性，流动性也会变得特别的强，也就是可能钱进啊钱出啊也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心态上面也必须要稳，进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有流动性，必须要有流动性，这个钱才可以进到你的口袋里面。如果说没有流动性，你想要把它存储起来的话呢，那么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卡死。而且我也会觉得说，可能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也不会说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因为你真的是在26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你就是想要干大事的人，你就是准备好干大事的人，所以你会觉得钱财啊进出啊投资啊有的时候可能波动性会比较大之类的，其实都是正常的。就是心态把它放好了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有太多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或者是很多突然的事件，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心态有点崩的感觉。但是只要你把你的心态调整过来，或者是说你把你的心态放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之下的话，那你会知道就算是有波动，它最后还是会涨回来。就算是有波动，最后还是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接下来这一张新的开始，新的发芽，然后一个完全心灵打开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会是你26年的时候最需要，或者是说最好最棒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篇我真的是有一种超级明确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相信你自己也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自己肯定也是能感觉到的，是有些事情正在产生变化，然后有些事情正在变得不一样，有些事情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跟过往都已经是有点分隔开的这种状态。我从几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你的身边的环境会开始变得不一样。我们这边所说的身边的环境不一样，不是在讲说你必须要搬家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而是在讲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本身觉得没有希望的事情最近这个希望又开始重新的点燃起来，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感觉？又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的这个趋势又开始
推动起来。总而言之，你会开始发现说，无论说你想要去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心中现在规划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一个希望又重新的回来，又重新的发生。所以它整体上面来讲，真的会让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端。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也会有一种超级明确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属于你的人生机遇来了啊，属于你的人生机会来了，属于你的这一个事情的事件它已经到来了，就真的天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要怎么样子来形容呢？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加起来，它真的会让我看到的是你的环境为你开始准备好了，在26年，当然它会需要有些时间，不是一下子就冲到你的面前这样子，然后你给他一些时间，你自己也本身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你和你的身边的环境在互相的调试到了最后，彼此之间都进入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之后，所有的美好的事情就会一触即发。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我真的会觉得26年的你开始发芽，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速度有一点点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为什么好像就是要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慢慢的你就真的会开始发现，这所有的事情它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滋养的，而且这一个时间是很值得投入进去的。接下来这一张，这张牌卡就是告诉你，在无时无刻都请你一定要肯定你自己，一定要确定你自己，一定要给自己，要怎么样子来说？为什么这张牌卡会出现？我们先来讲，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的时候在当下你也知道可能不是事实，有的人可能对你说了某一些话，有些人可能做了某些事情，在当下你其实也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可能就只是想要说这些话来打击你，又或者是说有些事情发生让你对自我产生一定的怀疑，但是你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并不是我本身的状态，并不是我最好的状态，你是很清楚的知道的，但是就是在当下的那种消沉的感觉就是在当下那一种觉得受伤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张牌卡它之所以在这边出现，它就是想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通过这种方式来和你说，你是有足够的好的，你是有足够的你是有足够的就是足够的能力去成就任何的事情的。不要因为有一些小的事情然后它就让你的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打击，不要因为有一些小的事情就让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种这种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磨练看看，我应该还是要再做看，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永远是那一个最棒的你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去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否定，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可以就是做得不够好，不要把这种完美主义的标准放在自己的身上，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你才有可能顺利的度过每一个难关，你将会有很多的难关。我们这边直接来讲，你会有很多的难关在26年这一整年里面，但是当你每度过一个难关，每跨过一个困境，都代表着你一次一次的看清楚自己的能力，一次一次看懂自己的能力，你每跨过一个难关，都证明你有足够的好来迎接属于你的成功。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正朝着最好的方向进行着。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
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咯。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2组的朋友。选择到第2组的你啊，你抽到的这张牌卡是公平公正，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司法的内容。如果说你正在处理一些司法相关的事情的话，那么26年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那如果是说你现在有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处理的话，我觉得26年也会得到一个还蛮不错公平的一个回应。你过往的所做的事情，你过往的努力，你过往的付出，在26年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很正向的反馈，很正向的回应。这张牌卡也是在告诉我们的是它会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你来做判断的，会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你来主持公道的，你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因为我们牌面上面其实就能看得很清楚，它是一个清廉就是很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无论说你前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你会都会得到你的福报，又或者是说给予你的一个正向性的反馈。特别是正在处理司法相关的一些状况的朋友，这张牌卡是一张十分有利的牌卡，十分正向性的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到了最后的这一个结果，我们必须要来强调不是说这个结果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对你有利的结果，而是这个结果它最后会是一个公平的结果，公正的结果。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呢？这张好不好？婚姻、感情、爱情、合约、合作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一边跟你所选择到的这张牌卡它就有对应到。这是我们家的猫的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像是一些司法相关的讯息，那就代表的是什么？它一定是牵扯到2个人以上嘛，有合约有合作关系嘛。首先第一个，在26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巨大的转变有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变2个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我们这边要讲，有可能是如果说你的注意力就是在工作上面、事业上面的话，很有可能你在26年会出现合伙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于你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你来说的话，它可能也会是有一些挑战性的因为这一张牌卡它其实多多少少告诉我你不太喜欢跟人合作也不太适应和别人合作，你会比较喜欢独来独往。但是在26年的时候，就是给了你一个合作伙伴，给了你一个共同进退的人，可能是爱情关系，可能是感情关系，但是这个状态来讲的话，它会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个突破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你在这一次跟这个人相处，有可能是伴侣，有可能是合作对象，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你会开始重新的审视原来有一个合作的人其实是还蛮不错的，身边有一个辅助的人其实好像会为我带来的是一个正向性的反应。我之前会有一些排斥，我之前可能觉得很麻烦，但是其实感觉也还蛮不错的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人变成2个人的一个状态。而且因为我们这边是说一个突发的机遇嘛所以我会认为的是，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的有一点不是困难，有一些突然是有一些突然，而且这个事情的发生可能是会在你的预料范围之外的也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抽取牌卡。像是这一张，我们必须要讲你的这一个合作伙伴是带着
资金，是带着金钱哈过来帮你的。我看到这一边的话哈，我真的有一个还蛮强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真的是强强联手。你听我说有些事情因为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你自己一个人不是说做不来，你自己一个人不是说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呢你会真的做的比较辛苦一点点，而且你中间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境，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有一个人，不是说过来帮你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可能会过来来告诉你你是可以完成的，你是可以做到的，你是不需要害怕的，你是不需要紧张的。因为我会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感觉首先我们要再讲的是，在26年的整个情形之下，我觉得你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心理负担会比较大一点点，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是有些事情是跟司法是有相关性的，又或者是跟一些法律条款是有相关性的，我们不是说你没有办法处理，而是处理起来的话会有点费心费力。这一个人他会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出现，来助你一臂之力。但我们这边也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这一个人他不一定是感情关系，不一定就是直接是婚姻或者是伴侣，但是他绝对会是你人生中的贵人，至少他会是在26年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贵人，又或者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是合作伙伴。我们在讲到前面的那个部分就是合作伙伴的这个部分，我突然之间有一个超级直觉的感觉，就是你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经营的一些事情，你遇到了瓶颈，然后你好像走到了一个角落，你不知道，就是可以尝试的事情你都全部尝试过了，能做的事情你都全部做了，然后就是没有办法，你会需要有一个新的人、新的视角，或者是说新的观念，或者是一个过来帮你加油打气的人来告诉你你接下来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人他之所以的出现，是因为当你最需要人的时候，他出现在你的身边，给予你支持，给予你帮忙，他真的是会帮你出谋划策的那种。我再直接一点点，就是当你在工作或者是在你人生进入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我们换句话来讲26年的时候，你的确有机会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讲这个有点像是你的心理的一个状态，不是说你从物理上面或者是说物质上面没有办法翻身，也不是说你在物质上面要面临破产，我觉得都不太像是这种感觉，而是你会觉得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你没有办法突破你现在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你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目前的格局或者是情形。总而言之，这个部分会让你感觉到十分的苦恼，让你感觉到十分的沮丧。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才能突破现在已有的？你会希望变得更好，然后你会希望这个事情可以有所突破，但是你就是做不到。你就这张牌才会让我们看到的是，我真的觉得你做了很多的尝试，你可能旅游到了不同的地方，然后跟不同的人聊过这个事情，然后从中你有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的尝试，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一个人出现，他就是点出了你的盲点，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改变，这样子来做，就会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也是因为有这个人的存在，他减缓了你的失眠，它减缓了你的焦虑，然后减缓了你的那一种无助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说这一个人他其实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一定要让他变成你的合伙人。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其实这个人他是有意跟你合伙的，因为从你自己本身的角度你看不到这件事情的突破点，不代表对方看不到，又或者是说你看不到说这一件事情可以有改进的地方，有更好的地方，但是对方可以看得到，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所有的事情全部叠加起来的话，反而会变成说你不是很了解你自己的价值，但是这个人他看懂了你的价
价值，然后他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拉一把，然后他很愿意在这个时候过来拉你一把，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张我真的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一个人呢，他带着你走向未来。当然我们也是在讲说他也很可能是感情的关系，感情的部分嘛，好，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就有在提到，在你最灰心失意的时候，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又重新的为你带来了阳光，为你带来了明亮的色彩。我会讲到这一边的话，我会觉得你人生最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变成了2个人的一个状态，一个合伙的状态。而对于你来说的话，的确会需要有一些适应的时间，好，或者是说给自己一个适应的空间。因为我们从牌面上面会看到的是，我这边直接来讲，我觉得26年从开始的时候，当你看到这支占卜的当下，其实有太多的事情是会让你觉得很烦心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很烦心的感觉呢？因为从牌面上面会让我看到的是，有很多25年延续下来的事情，持续下来的事情，这些事情说实在的，它有可能是你生活中无解的事情，然后在你的生活中不断的干扰着你，让你没有办法逃脱走出来的事情。而这一个人他的出现，他有一点像是帮助你在26年的时候从这一系列的困境里面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是他为你创造了一条路，他为你创造了一个方向，他会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紧张，好，你只要看着我，拉着你的手，我们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个情境里面走出来。所以他会是那一个带领着你走出困局的人，无论说你的困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且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你目前是单身，然后呢，你又没有想过要结婚，或者是你就是没有想，就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不重要，身边有没有一个人陪伴，要不要进入婚姻，2个人会不会更好，这所有的一切你可能都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而这个状态在26年的时候，它就真的会发生。这是一个超级奇妙的一个体验。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真的是会觉得26年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你的人生整个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变动。而且这所有的一切，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些适应期，但是所有的事情又会让你觉得是这么的水到渠成。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有趣。而且你知道吗，它同时间也代表的是你对于很多的事情会出现一个改观，你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会出现一些新的想法，会产生一些新的价值，特别是跟你本身的一些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前面就有在提到的是，我觉得你之前，我们这边说实话哈，我觉得说你之前所看到的未来，又或者是说你所想象的未来，可能里面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觉得你把你自己一个人顾好，其实就已经很棒了，就不需要想这么多，也不需要，你就是不需要考虑到别人变得那么的辛苦，变得那么的累。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在26年的时候，你会彻底的出现变化，彻底的出现改变，特别是说心态上面的一些转变。然后你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可能2个人会比较好，你会朝着一个新的未来来做规划。而且这一张牌卡会看到的是这个合作的人，又或者是说你的这一个伴侣吧，有机会是成为伴侣，有可能是合作的人，他有可能是来自于外国海外，跟你的文化相差很远，然后是来自于远方的一个人，他的出现同时间也会为你带来很多新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你的苦恼，然后你的困扰跟你身边的人讲，他们好像都懂，就是这个东西是文化背景的东西，就是大家都会懂说，哦，对，这个其实是还蛮辛苦的，然后这个其实还蛮痛苦的，就是你跟你身边的同样文化背景、同样理解的人来说的话，那么他们都是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的。但是这个人因为他是来自于远方，他是来自于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所以当你在
跟这个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反而会给你一种感觉是，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呀。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啊，你喜欢就好了。所以他会突然给你一些新的观点。我们讲到这一边的话，我会有种还蛮明确的感觉。我这边举一个例子，不一定符合每一个人的状态，但是我突然脑海中就闪过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比方说，有可能你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位置那你觉得没有结婚，或者是说没有伴侣，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你身边的人跟你同样文化背景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对啊，就是应该要结婚。但是这个人突然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就会觉得说那什么问题？不是问题啊，你喜欢就好，开心就好，干嘛一定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做固定的事情呢？没有必要啊。就是他的这些想法，因为跟你本身的想法很不一样，跟你本身的文化也很不一样，那所以他会为你带来像是一缕阳光，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感悟，很多的想法的同时间，他会把你过往的那种焦虑感全部的都驱散掉。因为你之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他这一边不是说他觉得不重要，然后他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的感受，你的快乐更加重要，比这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来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他的很多的一些想法会帮助你去走出你的困局。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这是一段很棒的关系。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都为你带来了新的方向、新的希望，还有新的思考的角度。这一张，你看这两张在这一边出现会我真的是会觉得签合约一定会有一个很有法律效应的合约，而且是一个很公平很对等的合约。我会看到是在这一边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这会是你人生很重大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它会接下来会强迫着你去做一些要如何来形容，就是改变你人生的一些合约或者是合同。所以我真的是会觉得可能跟婚姻有没有，或者是不一定就是我们传统上面的婚姻，然后它也有可能的是像那种法律所认可的关系，只要是法律所认可的关系。因为在澳洲你只要是同居的话就等同婚姻关系有基本相同的就是从权利上面来讲的话都可能是基本相同的。那所以我这边所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关系其实也是算在里面的就不一定说一定要结婚然后一定有那张结婚纸，而是从另外的一个状态里面让你们的这段关系是受到法律的保障还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而且我看到的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们的这一段关系从某种层面上面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是一个最安全的选项。而且在当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你不会再有更好的选择，不会再有更好的选项但是这段关系在中间可能也会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有很多的责任，或者是这些责任会某种程度上面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个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一段有 commitment， 就是有一个承诺是有约定，然后是互相的认可的一个关系，你们有很多心灵相通的地方，我觉得这点很有趣。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们可能文化背景不一样，或者是说你们的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可能是不一样，但是你们就是冥冥中有一种很奇妙的连结，互相有一种很奇妙的连结。特别是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有的时候他可能说的是他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你可能讲的是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许从旁人的角度上面来讲会觉得哇，你们说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不相通的，是没有，是你在说你的，他在说他的，但是你们就很奇妙的是，你们就是从这样子的对话里面抓到了彼此之间的重点，你能听懂对方说话，对方也能听懂你在讲话，所以身边的人看不懂，就你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看得懂。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然后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这是一个充满着责任的关系，因为这张牌卡在这一边一部分就是你看到这张牌卡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会觉得说有很多的一些重任是压在身上面的，但我们如果说结合全部的盘面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应该要承担的压力，因为你跟这个人之间是有合约关系的，感情关系、爱情关系，又或者是合作关系，你们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面都是要承担起责任的，都是要有所承诺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在讲说这一段关系是无论是从你的角度还是从对方的角度来看的话，都是互相认可的、互相确定的一段关系。我们看到这一边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分稳定、十分稳固的一个关系？而且我真的是会觉得这段关系会让你和对方都将会变成越来越好的人，就算是你们今天是合作的关系，在这个合作的关系里面，你们都会有很多很心灵相通的地方，对于某些事情的理解，总而言之就是那种灵魂伴侣的合作。就算是在工作上面的，你都会觉得说跟这个人合作真的是太愉快太幸福了，能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合作伙伴，你可以完全的信任他，然后他也可以完全的信任你，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可以做的就是去大胆的去畅想，或者是说大胆的去做规划，因为你们都会在彼此后面支撑着对方。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它也会是一个互相滋养的关系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26年的人生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你看我们看到这一边，首先我会觉得说你会进入到一个滋养的角色，会去照顾别人的角色，而且对方他也会进入到这种角色，就是互相的去扶持，互相的拥抱对方，然后互相的支撑对方。这一段关系里面会有很多需要去磨合的地方，这个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很有可能是文化不一样吧。但是呢，我觉得有个很棒的地方是，你们彼此其实都很照顾对方的感觉和感受。你会把对方放在第一位，对方也会把你放在第一位。如果说你们今天是合作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其实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完全不会出现那一种不顾你的感觉、不顾你的感受，然后瞒着你做任何的事情的这种状态，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的。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惺惺相惜的地方，是发自内心的互相认可，发自内心的就是支持着爱着对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我会认为的是无论说你接下来在26年是感情的部分还是工作的部分，26年的时候对于你来讲，它会是一个进入到正式的轨迹、正式的轨道的一个时间点。如果说是感情爱情的部分的话，我们看到这一边，我也会觉得是一个感情不断的在慢慢升温、建立基础、叠加的一个状态。你们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必须要说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上面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些干扰，但是每一次的难关，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同心协力，手牵着手迎接它，度过它，而且跨过它。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讯息。如果说是事业部分的话，你所选择的这一个合作伙伴，或者是说就是这一个人，他也可以和你共同的跨越过去。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真的是会觉得26年你会有个很忠诚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他十分的忠诚于你，相信你，确认你，而请你也要忠诚于他，相信你，因为这一定会是一个互相的关系，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单方面的关系。所以当他给予你足够的信任，给予你足够的支持的时候，你也需要以同样的信任、同样的支持返回给这一个人。那么你们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或者是说互相的能量的转换的这个部分，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越来越厉害。如果只要是有一方没有进入到这一个能量圈里面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扩张，没有办法把它扩大。换句话来讲，如果说是工作事业部分来看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100%信任这个人，相信这个人，跟这个人100%的共同的去合作做一件事情的话，到了最后我真的是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开启的，这个事情是很难达到你的预期，而且这一个事情的进展可能会一波几折，到了最后你还是看不到有一个很好的推进，因为它中间会涉及到很多的事情，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的判断，你会要做各种各样的判断，然后会有一些司法的一些条件，然后可能甚至会扯到多方的人的参与。那所以如果说你跟对方不是完全的站在同一界限，完全的同心协力的去做这一个事情的话嘛，那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困难。事情很难进展，事情真的很难有一个推进。但如果说今天你跟这一个人真的是同心协力的去做一件事情，无论说是感情部分的，还是说是事业部分的，那么你们的这个进展就会无限的扩张，因为基础就能打起来，这一点是十分的重要的。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要如何的去转换你的这一个能量，我觉得可能会是你26年最主要的一个课题。什么叫做转换能量呢？我觉得说到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要如何去适应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不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一切，你的规划你的计划里面要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哪怕就算是工作部分，你也会需要跟对方协商，然后去商量，去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同时间你也需要独处的时间，请你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如果没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的话，我也会觉得你可能会身心灵的进入到一种疲惫的状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跟对方相处，或者是说跟对方的来交谈，所以它会是一个各方面吧，都会需要面对到，各个方面都会需要考虑到的一个状态。但总而言之，我觉得26年的你绝对不会孤单，绝对不会一个人要面对所有的一切，你会有很棒很棒的支持，但是你会需要张开你的双臂，让它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接下来这一张牌卡我们第一个方面来讲的是，我会认为的是26年的时候你会有基础。什么叫做有基础？你身边会有支持你的人，支撑你的人，像家人一样存在的人。一方面来说，那可能就是像家人嘛，就是你的家人。然后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跟你很亲近的人，像家人一样的人，他们会给予你无限的支持，无限的爱，帮助你去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然后呢，这张牌卡，首先如果说你现在是有想要进入到婚姻，你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会看到的是26年你很有可能会有小孩的出生。OK， 这张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张很明确的牌卡，这个是一个会有一些跟小孩相关的事情会发生。当然它也是在讲说有可能是毛小孩啊，对不对？不一定是在讲说就是人类的小孩，也就是说会有新的生命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会让你有一些新的体验、新的感觉、新的感受，这个是一个。好，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的是在26年的时候你会有个全新的开始。当然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你的开始接受两个人的世界，你开始慢慢的会知道说要从一个人的生活转变成两个人的生活，那所以你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会需要重新的开始学习，重新的开始体验，重新的开始感受，也代表的是你的新的生命的开始。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我们都能看得很明白，有没有？我们都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即将要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对于事情全新的感觉，全新的感受。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是你真的需要时间去适应，真的需要有一些时间来跟自己对话，让自己冷静一点点，但是这个新的体验它是一定会到来的。这张牌卡
这张牌卡在这边很重要，他所说的是你跟你的过往，你的过去会彻底的挥别，你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生的阶段。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的开始。因为这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他之所以会在这一个时间点出现，他有点像是一个引领你的人，指引你的人，他会告诉你你的人生即将要出现改变，因为我的出现，所以你的人生即将要变得不一样，因为我的出现，所以我即将会给你带来人生新的体验。你需要做的就是握着我的手，牵着我的手，然后我们一起慢慢的走向新的人生的方向，重新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开始去创造新的人生的体验。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它真的会是一个状态的完结，接着一个新的状态的开始。而且因为我知道我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但是我真的是会觉得这个人生的体验对于你来讲是刚开始真的会有一种超级排斥的心情，然后真的会有一种让你觉得你不太想要去面对，或者是想要去避开，想要去逃避的这种状况。但是慢慢的你会开始习惯有这个人的存在，慢慢的你会开始知道这个人你在他的心中是很重要的，他是很需要你的，然后你也会很需要这个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双方会有一些需要调和的地方，但是整体上面来讲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它会成为你的家的概念。就算说你们今天是合作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像是家人一样，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支撑。这一张你看，无限的扩张，无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很多的事情是新的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所以它有点像是经验的扩张，经验的成长，然后它也会让你开始看到，它会让你看到夏天，看到温暖，看到阳光，然后看到了阳光洒下来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人他进入到你世界的那一瞬间，他为你带来了很新的体验。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站在门外不停的敲你的门，想要你开门，带领着你走到门的另外一边，带领你看新的世界，然后带领你看这个世界它本来的一个样子。这个人真的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然后这个人他会为你，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为你带来温暖。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这边直接来说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一开始说的沟通的这个部分，或许是有一个状态在的，在你了解他之前，在他了解你之前的这个沟通方面来说的话，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在整体上面来讲的话，慢慢的，你们会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你们开始会建造属于自己的夏天，属于自己的成长。我真的是会觉得，你可以尝试在26年底的时候回来再看一看，你真的会开始感觉到的是，你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你变得更加的勇敢，然后变得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新鲜的事情，而且你开始越来越信任，越来越相信你身边的人而且你会开始知道，我不需要自己独立的、单独的面对所有的一切，我可以相信这一个人来跟我一起去面对以后的生活。让自己呼吸。好，讲到这一边，我会觉得26年对于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来讲，它有点像是心灵考验之年份，就是在情绪上面、感情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像这种有很多的这种内心的一些压力嘛，或者是说内心的一些需要去调试需要去整理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要先学会呼吸，才会有一种安稳安定的状况，有这种安稳安定的状况，才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有太多的一些考验
在26年的整个状态里面，一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对你自己的考验，它有一点强迫着你要出那个舒适圈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它强迫着你去做一些你曾经就是你不太喜欢，然后你也知道你可能会不太喜欢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宇宙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这样的一些改变是有必要的，你必须要冲出去，冲出这个舒适区，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为你安排了什么，这个宇宙为你安排了什么，你才会知道你的值得，你才会知道你的价值。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明确的讯息。而且这张牌卡也会告诉你的是，当你冲出了这个舒适圈之后，它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的可怕，然后它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不安，反而是冲出了这个舒适圈之后，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然后你反而会让你觉得啊，其实我是可以做的这么好，其实我可以做的那么棒。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那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选择到第3组的你啊，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出现。我看到的是大满足，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传达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它主要在讲的是你内心的满足感，然后是你内心的成就感。这个状态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最饱满的状态，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的成就感不来自于别人，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是你为你自己感觉到骄傲，你为你自己感觉到幸福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一张牌卡它会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内在重生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可能在过去的时间段里面，你都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自己是谁，然后寻找自己的成就。你慢慢的开始发现到的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有的成就不是来自于别人对于你的认可，而是你对于你自己幸福的感觉，你对于自己幸福的感受，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成就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在26年的时候，你终于找到你自己了。你终于找到了你自己的价值，你终于找到了你自己是谁，你为你自己而感觉到骄傲，你为你自己而感觉到幸福，不基于其他任何的事情，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状态，我觉得是更加知道自己价值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那我们再来看到底是哪个方面呢？这一张事业啦，事业成就啊！天哪，我们看到这边结合到这张牌卡，我真的觉得是超级棒，超级好。因为你在事业上面得到的成就，我们这边必须要讲关于成就这个状态嘛，真的是每一个人的价值都不太一样。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哇，我一定要赚到这么多钱，我才是成功的，我才是有成就的，必须要怎么样，我这个事情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有价值的。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成就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觉得牌卡是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你认为的成就是什么，而这一个你所认为的成就你会达成，从而你可以从中找到属于你的价值，能找到属于你的位置。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所以从事业的角度上面来看，因为我们事业可以分成很多种，就算是你是帮人家打工，
那你也有晋升的机会，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事业方面的成就。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出来创业的话，那这个画面就更加的清晰了。就是你在你的创业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那是有一定的成就，然后你会有一定的扩张。总而言之，你会做到一些事情，让你自己本身觉得超级的骄傲，然后让你自己本身会觉得说，天哪，这个事情做得太棒了，做得太好了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希望，重新燃起的希望。我看到这一篇哈，我们这边实话实说好了哈，我觉得在26年之前哈，就可能包括前面的25年啊，你都进入到一个还蛮低潮期，是吧？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吧。这个低潮期哦，它会让你没有办法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就是这个低潮期哈，然后它会让你失去很多的希望，它会让你觉得说啊，有些事情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好，就是有些事情它就是不是属于我的，有些事情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我觉得你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时期，让你对你自己会失去希望，让你对你自己会失去信心的哦。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在26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你会遇到一个转折点。这一个转折点哈，首先你的地理位置上面会必须要出现改变，什么意思呢？你可能有机会出去旅游，或者是说不是说你就是要规划出去旅游之类的，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你无意中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说无意中出门，然后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给了你一些新的感悟，接着这个感悟成为你的一个灵感，你又通过这一个灵感，然后再回来再来看你之前正在经营的事情，你觉得已经没有希望的事情，你觉得已经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然后你又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新的计划，或者是说新的一个规划，然后这个事情又再一次的燃烧起来。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可能会是跟你的事业是有关系的。换句话来讲哈，我觉得一部分的你们选择到这一张牌卡的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现在正在那一个失望期，就是这张，可能希望还没有到来，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就是看不到希望啊，我就是看不到那个转折点啊。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请你要出去走一走。啊，不一定说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啊，你有可能就是在家附近走一走，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点，就算是像是半个小时的车程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一些地方，你要去转换一下你身边的氛围，还有你身边的空气哈，你需要来转换一下之后，你才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灵感，这些新的灵感才有机会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去走你平常不会走的路。有可能你平常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就左转了，这一次你就试一下转右嘛，或者是你就试一下直走嘛，就是这种不寻常的行为，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惯性的一些行为，它就会为你带来新的想法，然后它会为你带来新的灵感，从而燃烧起新的希望。你会突然之间闪过一个 idea， 一个想法，就会觉得说，诶，这个状态我可以试试看，这个我可以做做看，而这个事情你就会为你的事业迎来新的转机，就会为你的事业迎来一些新的改变。这个是我们目前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转折点，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状况哈，它其实是来自于你当下的一瞬间的转念，或者是说你当下的一瞬间的还可以这个样子，更加像是这种情感上面的转折吗？或者是说情感上面的一个转换。你看接下来的这一章，哇天哪，所有的事情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我觉得你真的是重生，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请你一定要走出去，一定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你的地理位置上面一定要出现一个改变。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不是在讲说你一定要去搬家，又或者是一定要去另外的地方生活，而是就是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是去到隔壁的城市啊，又或者是说在楼下走一走，这种都是的，就是这一瞬间就会为你带来很多的情绪，就是情感 ，sorry， 有很多的像这种新的一些 idea， 它就会蹦进来，就是让你突然一下子超级有这种感触。而且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时候，不要给任何的事情去刻上任何的刻板的印象。我们讲到这一边，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接下来是你的事业的转折点？是你事业的突破点，是你的事业的重新开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状态。它要讲的是我们这边直接来说，它有点像是要把你过去的所有的认知全部都抹掉，全部都抹平，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一个抹平抹掉的一个状态下面，重新的开始建立你的认知。我们这边直接来说它其实某种层面上面来讲，会让你的内心里面觉得是还蛮受伤的，会让你的内心感觉到是还蛮难过的。因为我会看到的是，你有很多的瞬间是会让你的认知上面产生超强烈的颠覆感。你曾经认为的事情，你曾经理解的事情，曾经看到的事情，你会开始发现说，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再是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你会觉得说这一些事情好像都出现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你曾经认为的现实，慢慢的你会开始发现真正的现实和你想象中的现实的距离会变得越来越远。我会看到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前面在讲说，你其实在找的是一个突破口，你在找的是一个我现在的事业遇到了瓶颈，我现在的事业找不到那个冲破口。如果我按照我过往的方式去做，或者是说按照我习惯用的方式去做的话，你只会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你会越来越卡关，你会越来越痛苦，而且你情绪上面情感上面会觉得难以释放。所以我们这边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说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下，你出去走，你不要想这么多，你不要觉得说我接下来要干嘛，我要什么规划，然后有什么计划，你不要有计划，你不要有规划，你出去走，走了一圈之后，或者是说你看一下之后，我们这边说的出去走，不是说你出去走的时候还在想事情不是就是你要完全的放空，完全的放空，然后就是活在当下的感觉，去看一下这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边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就去观察你身边的环境，观察你身边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从这一个状态开始，你会出现很多的灵感，你会出现很多的想法，而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一定不可以带着任何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抹平。你可能在之前会觉得说因为可能某一些人或者说某一些事情，在你看到它发生的过程之前，或者是说当你看到它的一个状态之前，你就心里面觉得说这个事情肯定是这个样子这个状态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你还是会被困住。你必须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一张白纸，我就是来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反而会为你带来新的思路，反而会为你带来重生的机会，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跟现实跟现实接轨。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会看到的是我直接来讲，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从心灵上面有很大的煎熬，有很大的一种怎么说，我觉得你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是你没有办法怎么说，就是你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情绪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发泄出来的。你内心里面有很多很憋屈的一些感受，然后有很多，我觉得这种不是说公不公平的感觉我们这边要讲的是说，会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不顺，
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走势，这样的发生。你有的时候会，即使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都没有办法说出来，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不公平，你都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觉得不公平的这种状态，因为可能就会有人告诉你说，哦，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不懂，所以你有很多的像这种比较负面性的情绪哦，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的在做累积。在不断的在翻滚，你又不知道怎么办，你又不知道那个突破口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一边，其实它会让我感觉到的是有机会有一些事情在让你会觉得你想的这个状态是正确的。我们这边不是说你想的状态不是正确的，是在如果说可能在早几年你的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这个想法是完全的可以跟现实接轨的，但时代在改变，时间在改变。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旧的思维来看现在的事情、现在的状况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感应到，或者是说感受到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就是在讲说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到处看看，一定要到处感受看看，然后你才会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不要预设任何的立场，不要预设任何的想法，也不要预设任何的就是建议，不要有任何的，就是一张白纸。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边的话，我会看到的是你的改变。我觉得你今年26年的话也是要做出很大的改变，要做出很大的内在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张牌卡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它就是预设着你将会脱胎换骨，而且你这个脱胎换骨是你内在的脱胎换骨，你会出现本质上面的改变，你会完全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个我觉得你自己本身会出去走一走，就是去看看世界，或者是说感受一下。而且另外的一个方面，我看到这边的话，我觉得你是有很多旅游的机会的，跟你的朋友一起，然后跟你的合作伙伴一起，是有机会踏上各种各样的旅程，长线的旅程、短线的旅程都是有机会的。而这一些旅程，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只要动起来，你就有办法。你只要动起来，你就有想法，你要这动起来，你就有新的一些观点和观念。我会看到的是上半年的这个状态里面它就是你的一个沉淀期、转折期，还有一个反思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在你脑海中，你很想要找到原因，你很想要找到理由，然后你很想要找到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系列的状况，就是你很想要知道原因。所以上半年你其实一直都在想说要怎么办，什么规划，怎么做之类的，就是这些想法在一个无限叠加的状态。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你想通了，你想懂了，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你的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我看到这边牌面上面给到我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你在下半年的时候会广结良缘，会有很多支持你的人，会有很多支撑你的人，会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而这一些机会都是你上半年出去旅游，出去认识人，出去就是去叠加或者是建造你的人脉所得来的。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一个讯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不断的建造然后你不断的累积回来的。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这么样子来讲，我觉得你上半年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你有太多的这种情绪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心情感情你不太可以去应付到你身边的人，你应付不了嘛。因为你想想，就是那种感觉是人在很累的这种状态之下，有没有？或者是说在这种很疲倦的状态之下，你自己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然后你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了，你哪有时间去照顾别人，你哪有时间去社交所以这种疲倦的生活状态，或者是说疲倦的心理状态，它就让你就是一定要在家里面待着然后一定要一个独处的待着。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能看得到的，你是在家附近走一走，慢慢的跟你越走越远，然后再越走越远，有点像是这种感觉。然后慢慢的你有点像是找回自我，
找回自我了之后呢，你开始愿意跟更多的人交谈，你开始会跟更多的人聊天，然后会跟更多的人去建立关系。好，慢慢的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人脉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接着你跟别人之间的相处就建立起来了，因为这些人脉关系建立起来了之后，我觉得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活力，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冲劲，然后它会对你的人生带来全新的目标。这张牌卡是一张很棒的牌卡，而且它是正位，它代表的是资金上面的丰收，事业上面的丰收，家庭美满的丰收。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讲说你一定会结婚啊，或者是说一定会有小孩之类的，我看到的这边其实更加会像是一个完美的状态，就是你各个方面都有得到满足，各个方面都有幸福感，就是各个的方面都会让你有一种成就感。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就是这一张我们前面你所抽到的这一张内心的满足感，然后加上这个是资金上面的满足感，所以你在26年是自我突破的一年。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啊，如果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天哪，这个人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如果我讲到这一边都有对应到的话，我相信你现在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预感嘛，就是多多少少会有像这样的一些感受，你会开始觉得说的确有些事情已经到了你不突破没有办法的状态了，有些事情你就是必须要去突破，然后呢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再维系下去了，你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必须要让自己从这一个情境里面走出来之类的，会经历到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困扰，刚开始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你会觉得很困扰，然后就会觉得很辛苦，然后也会觉得说天哪，就是这些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要去做的，这些事情呢可能不是你想要去挑战的，不是你想要去面对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开始感受在其中，乐在其中，你开始会去接受。也有可能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如果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喜欢跟人打招呼的人，或者是说跟人聊天的人，那么你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出去走一走要遇到人，有的时候要聊两句，感觉很辛苦，感觉很痛苦。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边慢慢的你整个状态会出现本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你会开始发现跟人聊天的乐趣，然后你会开始发现说有些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有一些尝试其实还蛮有趣的，其实我可以听到别人的故事，然后可以听到别人的聊天啊分享啊，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我会认为的是你自己内在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你迎来了自己的阳光，所以你找回了自己的冲劲，你又再一次的找回到自己的希望，你建立了更多的人脉的关系，从而帮助你去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功。你看26年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发芽。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事情会让你感觉到很焦虑，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内在的满足感你所抽到的那张牌卡，我觉得这种满足感某种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在说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突破，必须要去克服的，然后你才可以有你想要看到的成功。我们会看到的是26年的时候你会有新的合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过程，从头开始就是我们刚开始所说的一种要你出去走走的前面的那个部分，你出去走走了之后，你会开始有一些新的 idea， 新的一些想法，然后你会想要把这个想法滋养起来，想要做起来，然后你又有大家的支持，然后大家给予你的鼓励，然后你就觉得说 OK 好，我想要做做看，但是因为你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状态有点像是什么我们这边直接来说，或许有机会像比方说如果说是事业公司建立公司这样的话，有可能你之前就有在想说想要来建立公司，但是你可能之前有失败的经验，
然后或者是你本身经历的这个公司它可能在失败的边缘，那你就在想说你要怎么样子来拯救，然后你想不到，已经想到了，就是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状态，然后你决定把东西都放下去，出去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呼吸或者是喘息的机会。那么你一走出去之后，开始发现，诶，有些新的 idea， 有些新的想法，然后是可以试试看的，是可以做做看的。然后当你回来之后，你就开始试试看，你就开始有做做看的这个可能性。好，就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接着我觉得在26年的下半年，你可能会开始一个新的计划，又或者是说在你原本的计划上面做一些新的尝试。总而言之，会是有一些新的一些规划，关于事业方面的规划会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而这一个部分，它会让你感觉到十分的担忧，它会让你有一种很担心，甚至会有一种很焦虑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息，而这一种焦虑的感觉有可能是来自于接下来会有一些公平性的东西是需要来参与的。比方说，因为我们前面才提到的，有可能你会认识到很多的人，然后会有这些人会跟你一起开启一些新的计划，那中间的利益要怎么分？好，这个部分可能会让你觉得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不是焦虑，焦虑可能不是一个对的词，就是会让你有一点内心里面有一种不安吗？或者是你不知道说什么样子去分，然后应该怎么样子来处理，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些太大的问题，也不是一些特别的难以处理的状态，只不过说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讲有点太新，对于你来说有一点太不在你的精力范围之内，所以当你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在考虑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里面是会有一些不安，对，应该是有点不安或者是担忧的这种状况。这张牌卡在这边，它会告诉你，如果你想顺利的扩张，如果说你想要所有的事情有个顺利的进展的话，请你一定要记住互利。互利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有互利的关系，你们的这一个新的规划，新的计划才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才可以完善的进行下去。也就是你们看的这一边，我们前面有在提到的，要如何的来分层，然后要如何的就是一个公平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苦恼，所以这边就是在讲说一定要分得很平均，这样的话会适合你们的这一个事件可以长长久久的进行下去。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新开始的事情，而且它可能会需要你跟这个人合作，然后才可以新开始的一个事件。然后它也是让你觉得有些地方你会有很多的担忧，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你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那在这一边的话，你要如何的让自己找到一个相对于比较安定的状态呢？就是大家都是平分，因为这样的情形会对你比较有利，对对方也比较有利，那么你的事业才会得到扩张。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我也必须要讲，你其实就是一个会去分享的人，你不是一个会独占事情的人，所以越是分享的状态，越是会为你带来满足感，越是会为你带来成就感。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OK，有一名男性将会给你一个 offer， 然后这个 offer 会为你带来阳光。好，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讯息。我们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哈。你还记得我们前面不断的在强调的是，请你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好，请你一定要就是无论说你要去哪里，去家楼下又好，去远一点的地方都好，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请你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好，那在这边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看到的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出去走一走的时候，
你遇到了这一个人，然后呢，这一个人他为你提供了一定的资讯，告诉你一些发生的事情，接着好，这个事情为你带来了新的机会、新的转机。你看 ，the sun，OK，这边是阳光，这边也是阳光。有没有？就是因为你转换了你身边的空气，转换了你身边的磁场，所以阳光再一次的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会认为的是你先出去走，你看到的越多，你感受到的越多，然后接着你走到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一个人他才会进入，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看到的是这一个人他会是在室外接触到的，他有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人，因为从牌面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他走向你，然后呢，他是在室外的一个环境的，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认识了你，然后跟你之间产生了互动。然后跟你有一些聊天的机会，然后有一些倾诉的一些机会，然后越聊之后越起劲，有可能这个人就会是你的合作伙伴之一，又或者是说这一个人他会把这个合作伙伴带给你。那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能看到的是他就是一个贵人，他是一个有点像是邮差的这种感觉，也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总而言之，阳光慢慢的会洒在你的身上，我觉得你接下来会是一个很明朗的状态，会是一个很要如何的来讲，会是一个很清澈的一个状态。你会慢慢的开始发现说你的一些担忧，你的一些担心，不是说他们是没有必要的，而是你在找到了这一份安全感，找到了这一份稳定之后，这一些担忧或者是说这一些困扰，它就没有办法再来缠绕着你了，然后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还有这个部分，我们前面也有在提到的时候，一定要分享，就是当他把这一个offer 又或者是说把这个推荐放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你要反馈给这一个人一定的一方面的好处嘛，又或者是说一个礼物啊，回收礼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分享真的是超级重要，在你26年的整个心路历程里面来讲，你越是往后走，越是往下走，你越是能理解分享的重要性。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你其实也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你其实也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然后你也是一个，当你有一些事情，你会希望和大家，就是你会希望拿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共同的享用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很好很善良的本质。接下来你看这一张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community。OK， 要进到社群里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你要进入到一个社群里面，然后你才能建立起你的人际网，然后你才能找到与你合作的人、合作的对象。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讯息。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然后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开，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你越是进入到人群里面，你越是进入到互相合作的这个机会里面的话，你越是能感觉到其中的甜蜜点，你越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真的会觉得在26年，特别是下半年的时候，你真正切切的会感觉到你身边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你对于你的挑战是你要如何和各种各样的人产生互动，然后如何跟各种各样的人来建立关系，建立人际网。我觉得为什么会说是挑战呢？因为这个对于你来讲，其实它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它肯定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我可以做到的吗？它中间会有一些事情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辛苦，然后呢，会让你觉得是你要跟很多的人配合，而且你要进入到一个人群里面，你有机会是进入到各种各样的新的人际关系里面。
而且这一些新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它不是那一种你过往有人生经验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一种你没有接触过的人群，但是你要想方设法的进去，又或者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可能就是在旅游出去吸收新鲜空气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你从来没有想到会认识的人，那从而在跟他们聊天，在建立关系的时候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有了一些新的感受，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有点不太习惯，刚开始的时候你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慢慢的我会觉得你真的会乐在其中，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接下来这一张，哇，这一张真的是很一针见血哈。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就是想要来说，不要让你的过去，不要让过去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阻碍了你的前进，阻碍了你的前行。你的人生是可以无限的创作的，你的人生是可以美好的。不要以你过往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你接下来的人生的走向，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说真的是一件十分不公平的事情，对于你的未来来讲也是一件十分不公平的事情。这一边就会告诉我们是过去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因为我真的会看到过去你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停滞期，然后呢你过去有一些事情是就是你会有一段很沮丧的时间点，有可能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再往前推的话，有一段时间是超级顺利的，接着进入到一个停滞点，那这个停滞点会让你彻底的怀疑你过去所有的顺利，那这个停滞点可能就会成为你现在压垮你，或者是说让你觉得自我怀疑的一件那你觉得内心里面是觉得很辛苦的一段回忆吗？又或者是说很辛苦的一段感受？所以我们这张牌卡在这边的是，无论说你过往的成功，无论说你过往的成就，还是说你过往的失败，还是说你过往的灰心失意，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重要的是当下，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走？现在我们要怎么办？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转换我们的能量场？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转换我们的力量嘛？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身边的一些空气，现在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才是最为重要的。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